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手机闹钟一响，你第一个念头不是感谢主赐我新的一天，而是如果我现在消失，世界会不会自己运转啊？老板传讯息来，你已读不回。妈妈问你什么时候结婚，你假装没看到。教会同工问下周能服侍吗？你直接进入飞航模式。现代人的超能力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逃避问题。今天我们要讲圣经里的逃避大师约拿。如果现代有最闪逃避王比赛，约拿不是冠军，他是裁判。事情是这样开始的，上帝对约拿说，起来，往尼尼微去。翻译成现代化就是老板说，这个最难搞的客户交给你。老师说，全班最吵的那组你负责。牧师说，那个最爱跟你抬杠的人你去陪谈。约拿听完心里只有一句话，主啊，我是不是最近得罪你了啊？尼尼微是什么地方啊？简单说，就是当时人人都讨厌的超级强权。如果今天有人叫你跑去跟最讨厌你的网友面对面喝咖啡，你大概都会想搬家。结果约拿怎么做？上帝说往东，约拿直接往西。上帝说去尼尼微，约拿买船票去他施。这不是顺服，这叫反向导航。Google 地图说左转，他直接右转，冲上高速公路。很多人以为约拿是在逃避上帝，其实不是啦，他是在逃避自己不想面对的事。我们也是，有人逃避工作，有人逃避婚姻问题，有人逃避健康检查，明明身体怪怪的，却说再观察一下，结果一观察就是3年。有人逃避跟家人和好，有人逃避神早就提醒他的改变。问题很少因为逃避而消失，它通常会长大耶。约拿上船之后，以为成功了，船开了，海风来了，人生顺利了，他心里可能在想，你看，我都已经出海了，什么事都没有嘛。结果呢？圣经最有趣的几个字来了，然而耶和华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最刺激的剧情通常都从然而开始。你以为没事，然而账单来了；你以为稳了，然而考试的成绩公布了；你以为老婆不高兴，然而她说我没事。各位，我没事是华语世界最危险的句子之一。上帝使海中起大风，瞬间狂风暴雨，船快散架，水手们吓疯了，每个人都在拼命求生。结果最有趣的是，全船最平静的人竟然是约拿，因为他睡着了。这画面超有既视感。专案快爆炸，主管急得满头汗，客户疯狂催件，结果真正负责的人在睡觉。船长跑来说，你怎么还睡得着？翻译成现代化，哥，世界快毁灭了，你还在追剧。很多人也是这样耶，外面问题已经像台风，里面却一直催眠自己，没事啦，明天再说，下周再说，明年再说。约拿以为睡着就不用面对，但风浪不会因为你睡着而停止。后来大家抽签，结果抽到约拿，这里超戏剧化，全船的人都在猜到底谁闯祸，结果答案竟然是那个睡最香的人。人生也是，有时候最大的风浪不是环境造成的，而是我们一直不愿面对的那件事造成的。于是大家开始审问，你是谁？做什么工作？从哪里来？约拿终于承认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创造沧海旱地的耶和华。全船的人瞬间傻眼。等等，你敬畏上帝，那你为什么逃跑？这就像有人说，我很重视健康，
然后凌晨3点还在吃盐酥鸡耶。有人说我很重视家庭，结果1年到头都在滑手机。有人说我相信神带领啊，却从来不愿意照神的方向走。最可怕的不是不知道真理，而是知道真理却一直往反方向跑。约拿书第1章最震撼的地方不是风暴，而是提醒我们，人可以逃离责任，逃离电话，逃离讯息，甚至逃离人群，但永远逃不离神对生命的呼召。因为神不是要抓你回去处罚，他是要带你走进真正的命定。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你正在逃离什么，而是那件你一直逃避的事，会不会正是神要祝福你的入口呢？金句：不要把神的带领当成压力来逃避，因为你绕最远的路，常常正通往神最早为你预备的目的地。